就爱看广告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Dawson。那今天呢，要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啊，这个话题就是呢，最近啊，新垣结衣跟新演员合作的日剧啊，就是《月薪娇娘》哦，睽违了4年又出了特别版。这部日剧呢，其实在当年啊，非常受欢迎。非常受欢迎的原因是因为啊，新垣结衣跟那个新演员啊，在那个跳了一支舞啊，这个练舞这样。然后这一集内容呢，他们两个又重新跳了一次这个舞。不过呢，比较特别的是啊，他们因为两人经过了这个4年的时间嘛，然后在这次的内容当中呢，就新垣结衣就是怀孕当了新手的爸妈这样，然后带着 baby 一起，特别又把新垣结衣跟那个新演员啊，狠狠的又炒火了一把。不过呢，我们今天要来聊的不是这一支舞蹈，我们要聊一聊啊，新垣结衣。为什么要聊新垣结衣呢？因为新垣结衣她从出道2001年出道到现在，拍了特别多支广告，一定有很多人就很好奇，为什么新垣结衣在一出道的时候就可以拍这么多广告？她拍的广告的数量啊，多到什么地步啊？多到如果你要看那个集锦啊，要看2个小时哦。你想一想，一支广告才几秒钟哎，你要看2个小时，就可以知道他拍的广告数量其实是非常多的。好，为什么广告商都特别喜欢找新垣结衣这样的女生代言？其实啊，这个原因有4点。第一点呢，就是新垣结衣长得没有杀伤力，男女都爱。长得有杀伤力是什么？长得有杀伤力的啊，其实就看起来非常的妖艳。好，然后女生看了就觉得哇，这个女的气场太大了，特别适合拍一些高端奢侈品的广告。那除了拍这种高端奢侈品广告之外，还有很多汽车的广告。那什么叫做长得没有杀伤力呢？长得没有杀伤力的人呢，就适合来拍一些居家类的广告，吃的啊、用的啊这些内容的广告。那快消品啊都是啊。好，那偏偏呢，新垣结衣她长得就是符合这2个特点，她其实适合拍的广告的范围是全广告范围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她到底适合拍的那些广告有什么差别。ほら、新しい透明感。あ、今ため息ついたでしょ。だったら、アーモンどう？どう？チキンラーメン開いて、卵割ってまだ乗せない。また開いて。第2点啊，像新垣结衣这样的女生，广告商为什么特别喜欢找她代言呢？还有另外一个点，这个点就是因为她的身材非常高挑，衣服非常好配。据说啊，新垣结衣的身高有到1.7米左右，那如果加上高跟鞋，可能就1.7米几。哇，你想一想啊，一个女生能够长到1.7米几，其实已经比很多男生看起来身材都更加的高了。更重要的是啊，因为她的身材比例很好，所以她能够驾驭各种衣服。然后你看我们现在在拍很多影片啊，其实大家都会用美颜啊，或是修身的方式来拍，让自己看起来比例特别好，特别高挑。可是你想一想哦，在拍广告的时候，画面是动态的，尤其是导演可能会需要各种不同的角度，所以对演员的身材就是非常的严格要求。新垣结衣基本上没有办法去做修身这件事情，所以新垣结衣啊就刚刚好，身高又高，然后比例又好，所以他如果是拍衣服的部分也特别好拍。那服装师就最喜欢这种艺人，因为衣服就很好挑了嘛。第3点呢，是新垣结衣能静能动，动静皆宜。为什么会这么说？其实有很多艺人啊，就可能只适合拍静态的广告。拍静态的广告呢，其实就坐在这边，摆摆啊，演演啊，就可以把自己拍得很漂亮。可是新垣结衣不一样，新垣结衣她曾经从以前在拍广告的时候，其实她就会拍很多关于舞蹈的广告。哇，那个舞蹈广告不单单只是你要会动啊，你还要有节奏感，还要有韵律感。尤其是如果整支广告都是跳舞的广告，跳舞的广告其实还蛮难拍的哦。但新垣结衣也驾驭得非常好。好，那所以她适合动的部分可以拍这个。另外啊，如果要这样讲动的，新垣结衣其实还能够去做很多看起来是非常难的动作。好，比如说这一支广告。もちろん戸惑うことはたくさんあるんだけど、何でもできない。自分には無理って決めつけちゃうのは
有没有？这支广告它还能够后空翻，还能够吊钢索，好，所以对于一个能够运动细胞比较好的女艺人来说，其实对广告商来选择就变得非常丰富。那第三个呢，如果今天不动，还要静静的躺在家里懒洋洋的感觉，这种广告呢，要把那个居家的气质给拍出来，其实非常难。所以新垣结衣也拥有这样的特质。那除了这样之外啊，还有一些美美的广告哇，美美的广告就不单单只是要求长得漂亮或者是跳舞而已，它其实有时候要从内而外散发一些自然的感觉出来，那个美要从里面往外散，其实也非常，那跟气质有关系啊。好，那除此之外呢，还要能够搞笑。新垣结衣在搞笑这一部分其实也还蛮厉害的哦。チキンラーメン飽きた。新しいのがいい。我跟你讲，刚刚讲的这些所有东西啊，其实全部都可以去透过演员的表演去表现出来的。接下来有一种类型的广告，新垣结衣也驾驭得非常好，就是非常自然，看起来就像纪录片的广告。那这种东西，你说到底它有没有演的成分呢？其实绝大部分都还是要有演的成分，但是如何演起来看起来不太像演的，这真的就是考验艺人的能力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自然的广告。いいこと思いついた。楽しんだ分だけいつもより美味しい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看完这几种广告啊，这3点其实就非常重要。这个3点真的是考验了艺人本身的天赋，也考验了原本的老天赏他饭吃的脸蛋跟身高。但有一个点啊，其实也是我觉得新垣结衣特别厉害的一点，特别值得让广告商去找他的这一点，就是他的配合度非常高，在片场绝不喊累。在拍片的现场谁最大？导演最大，对不对？所以导演要怎么样抓到最美的角度，演员就是要尽力的配合导演，导演要什么动作，演员就要配合他。除了导演之外，在现场还有谁很重要呢？非常难搞，就是广告代理公司。通常导演在拍片的时候，广告公司的人会在，因为广告创意是广告公司出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广告公司出的创意呢，他就要在现场盯着导演说，有没有按照我们的脚本来拍？然后跟客户沟通的时候，有哪一些细节是导演不知道，那广告公司要在现场跟导演说。所以广告公司在现场的时候，其实拍摄组啊、导演组都特别讨厌广告公司的人在现场，因为广告公司人就会指手画脚嘛，那导演就觉得很不舒服这样。所以呢，现场谁最难搞？广告代理公司最难搞。所以呢，为什么我刚刚讲了这么多啊？新垣结衣会被提到这个地方。如果今天一个艺人的配合度不高，在现场又喊累啊，又觉得这不好那不好，这镜头不好看，这产品不好用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艺人啊，通常在第2次、第3次之后就会被广告公司封杀。好，那导演也会觉得这个也太难搞了吧，就不用他。讲到这个点啊，其实就要聊到我们都会挑选什么样的人。第一个，产品合适，你就会发现啊，像新垣结衣这样的艺人，他好像都还蛮适合各种商品的。居家类的商品也好啊，然后年轻类的商品也好 ，OL 商品也好啊，各种都好。所以对我们来说，我们就会特别喜欢找到这样的艺人来给客户。再来还有一个点就是流量大有话题性，因为广告公司会考虑的就是这个艺人的正面积极性啊，不要拍了这个艺人，然后最后这爆出丑闻，那整个广告都不能上，那其实很麻烦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我们在挑的时候啊，艺人的行为端正，然后正面积极阳光是我们挑的第一个，同时他也得满足话题性跟流量大。那你看像新垣结衣，她的整个形象就是邻家女孩的形象，也因为拍了电视剧，所以她的流量也非常大。第3个呢，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，她的团队里面的人都很专业，不摆谱。好，那什么叫专业呢？比如说他们有专业的服装师，有专业的化妆师，有专业的
发型师。除此之外呢，他们有谈商务合作的，然后同时他们也有负责艺人的一些伙食啊、餐点的哈。虽然这样一个团队出来的时候，广告公司这边可能要付一笔还蛮大的费用给到艺人。不过呢，这也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这避免在中间艺人会挑来挑去，挑这东西不好，挑那个东西不好。那所有的预算报出来，如果客户真的很买单这个艺人的话，这些钱客户是都会出的。好，那加上在现场，其实有什么事情要拍，有什么事情要弄，其实跟艺人团队的那个经纪人去沟通。经纪人如果真的是一个好的经纪人，他会协调中间所有事情，包含跟艺人协调。那艺人团队在现场的软硬兼施啊，也变成是广告公司非常在意的一个点。如果这个艺人是非常好搞的，然后经纪人也非常专业，其实我们都很放心。但如果这艺人不好搞，又摆谱又迟到又什么，其实对于广告公司来说都会很害怕。那下一次我们就不会提这样的艺人。好，那第4点更重要是价格好谈，因为有很多流量性的艺人啊，价格是非常高。价格非常高，但是它又可以带来流量，那我们就会接受。怕的就是价格喊很高，流量又不好，然后事又一堆，这个我们就不会选择。好，所以讲到这么多啊，其实到现在啊，我们一定要看到新垣结衣出来的成绩，它真的是结合天时地利人和，加上自己的努力，还不摆谱，才会有这样的成绩出现。到底如果今天一个素人想要拍广告呢，他到底要拥有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拍广告？至少我觉得你要先了解一下自己适合什么样的产品类型。好，那除此之外呢，你也要去尝试多种不同的风格。这种尝试的方法非常简单，其实你只要去看一些像新垣结衣的广告集锦，你就会发现它其实广告都跳脱不了那几个场景：居家场景、自然的，然后可能户外的、阳光的、邻家女孩的、OL 的，你应该要去尝试各种不同的风格，那知道自己适合哪一种风格。当有人要找你来 casting 的时候，你也可以知道你自己适不适合接这个工作。第3个重要的就是，如果今天有机会拍广告，记得其实跟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成为很好的工作伙伴，不要摆出一副拽不拉几的样子。其实所有人在现场啊，都是为了工作，包含演员也是一个工作。那把工作做完，不迟到、不早退，然后跟大家同进退，并且帮助大家顺利的把事情选完。这个也是我们在挑选，不管是制作公司也好，广告公司在挑选这个人要不要合作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好不好相处啊。好，如果你拥有我刚刚讲的这几个特质啊，其实你在导演的工作团队当中，能够帮助导演的整个工作团队、制作团队快速、很顺利的把影片拍完，哇，那导演一定非常爱你。那同时呢，在广告团队当中，你又很适合客户的各种产品，好，那就变得非常重要。那我们广告团队跟导演团队就会把你的资料多多提给客户挑选。还有一个就是不要觉得你认识很多人，好，然后所有人就会把广告案子给你，不是这个道理。其实你认识多少人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有多少人认识你，好不好？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聊到这么多，那提供了几个点让大家去思考。那如果呢，你很喜欢今天的节目，麻烦你点赞、留言、加分享。更重要的是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因为广告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看的东西。那下一集我还会再讲一些很特别的广告跟大家分享，好吗？好，那我们下一次再见喽，拜拜。